俄军平均每天损失12辆坦克，这是否意味着乌军的非对称作战能够改变战局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看起来非常像二战时期的地面装甲集群突击为主的战争形态，坦克以装甲车辆成为战场的主角。乌克兰军队对抗俄军以非对称作战的手段为主，都是采取小规模军队袭击的方式与俄军相抗衡。他们用火箭筒和反坦克导弹袭击俄军的装甲车辆后迅速撤离。这种作战方式能够改变俄乌战场的局势吗？我们真的有必要算上一笔账。近日，按照国外独立网站 ORYX 团队根据公开的图片和视频计算，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已经损失了425辆主战坦克。在2月24日战争开始前，俄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有大约520辆坦克。如果用 ORYX 团队得出的战损坦克数量除以战争爆发后的天数，那么俄罗斯平均每天损失11到12辆坦克。俄罗斯坦克部队的基础结构是坦克营，一个营下辖3个连，每个连有3个排，每个排3辆坦克。因此，一个俄罗斯坦克连大概是10辆坦克，一个营呢有31辆坦克。在部分营中呢，一个排可能有4辆坦克。坦克数量比较多的营，往往都是一些王牌部队。因此，如果按照这一战损速度，俄罗斯很快就会消耗掉相当于整个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坦克数量。俄军总共在编2609辆主战坦克，2000年后出厂的坦克约有1340辆，约占总数的51%。如果按照2600辆在编坦克来计算，俄军仅在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就损失了16%的坦克。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乌克兰军队一直使用之前的战术，有可能让俄罗斯军队失去突击作战能力吗？答案是有一定的可能，关键要看俄罗斯军队的选择。首先呢，俄军未来只在乌东地区作战，坦克和装甲车都会在自己较为熟悉的区域内行动，还能得到乌东地区武装力量的支持。过去俄军遭受损失较大的情况，往往是坦克在陌生区域突进，或者是穿插过程中被敌方击毁的。乌东地区的攻城战和城市巷战，俄军的坦克仍然会接受考验，遭受大量损失。但是由于他们能够得到火炮、步兵以及空天军的支援，每天的损失数量有可能会下降。其次，俄军只要实现对乌东地区乌军精锐部队的围困，就可以建立稳固的防线，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坦克的消耗。第三呢，是俄罗斯在战时状态下可以调动军工企业的大量维修人员，修复那些战场受损的坦克，或者呢将其库存的坦克经过升级改造之后呢迅速投入使用，这也就能够补充其前期战场上的坦克损失。2021年，俄军在正常情况下接收了240辆坦克，这意味着每个月可以补充20辆左右。如果进入战时状态，那么这个数字有可能成倍的增加。俄军在坦克数量上的优势将会保持很久。相比较而言，乌军的坦克修理和改造潜力是没办法和俄罗斯相比的。那么在战争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要想将一些重型的武器装备通过欧洲国家运送到乌克兰，恐怕会相当困难。总体而言，只要俄军未来集中力量在乌东地区加紧作战，那么它的坦克优势就很难被乌军所打破。当然，关键还要看俄军在乌东地区能够打多久。如果战争拖的时间过长，那么一天损失10辆左右坦克，对俄军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只有迅速的结束战争，并且能够迅速的得到补充，俄军在乌东地区才能占据优势。
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